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。现在呢是准备出去吃午饭的。前几天啊拍了一个探店的视频，但是忘记给大家录开头了，所以呢现在顺便补一下。这一次我们去吃的那家餐厅呢相当厉害。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，位于外滩18号，紧邻外滩，它旁边的景色非常好。其次呢，这家餐厅开店4年，连续4年被评为米其林2星餐厅，同时还登上了某点评的黑珍珠小站，可以说是荣誉加身了。最后这家餐厅的中文名字叫做乔尔卢布松美食坊。乔尔卢布松想必喜欢法餐的小伙伴应该有一些了解。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大厨呢非常厉害，他有个外号叫做世纪名厨，并且是获得米其林餐厅星星数最多的大厨，可以说是米其林界的摘星达人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就正片开始，让我们看一看今天这家餐厅到底怎么样。这一次的位置呢是外滩18号，没有错，就是非常有名的那首歌。那我们此次探店的目标便坐落于此。顺着服务员的引导坐进包厢，在此特别感谢店家为了方便我拍摄，给我单独开了包间，让我深感荣幸。只是原谅我出入这么上流的餐厅，忘记把胡子给刮干净了，属实有点不妥。先是上了一杯法式餐厅经典的矿泉水，只可惜没有了我祖传的雪碧，举杯轻抿一口，确认了是熟悉的金钱味道。随后就上来餐前面包，这家的餐前面包特别有意思，种类比较多，挨个尝试了整张族谱，每一个面包我都尝试了一下。我个人呢比较喜欢这边的迷你法棍，搭配上黄油一起入口，香气浓郁的同时，并且口感酥脆。虽然是一份简单的餐前面包，可以看出餐厅还是花了很多的小心思在里面，不禁的让我对这家餐厅接下来的菜品开始充满期待。首先是商家附送的开胃菜鸭肝慕斯，这道菜的成品竟然全是由液体组成，说实话有点颠覆了我对鸭肝这个食材的想象。最上面一层是芝士泡沫，搭配着中间波特酒酱汁以及最下面的鸭肝慕斯，一勺下去直达杯子底部，再将3种液体一同送入口中，浓郁的鸭肝慕斯首当其冲，芝士的香味紧随其后，在口中互相交融混合，让慕斯整体得到升华，伴随着最后一丝微微的酸味，使整个人的味蕾完全打开。第一道菜品属实不错。接着进入正餐第一道前菜白芦笋奶冻，服务员呢特地帮我搭配了白葡萄酒佐餐，不愧是米其林2星餐厅。一份简单的蔬菜摆盘也能如此好看。根据服务员的介绍，番茄搭配酸奶，芦笋配海鳌虾使用更佳，整体的味道比较清新解腻。番茄奶冻印象不是特别深刻，倒是这个芦笋和海鳌虾又是一绝。新鲜的白芦笋口感特别脆嫩，海鳌虾的火候掌握的真的非常好，中间略带有一点透明的肉色，这样的虾肉吃起来口感嫩滑，汁水丰富。最后优雅的来一口白葡萄酒，上流。第二道菜酒香小龙虾配混合时蔬，完整的小龙虾虾仁配上蔬菜球，底部的酱汁其实还隐藏着意式烩饭。说句实在话呢，这道菜我本来并不想点，以我个人的知识见解呢，我没有办法将小龙虾这种传统食材与法式菜品相结合起来。当然也不是说我看不起小龙虾，只是提到它我便联想到和3、5好友凑在大排档里面痛快吃着小龙虾痛快喝酒的传统印象了。倒是这边的主厨却信心满满，让我一定要品尝一下。我也不免好奇，这种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平民级食材，经过这边厨师之手，又能成为何等的美味呢？品尝之后呢，让我觉得这道菜属于中菜西做，表面的酱汁微微带有一点麻辣，配合上小龙虾、蔬菜球和 pasta， 感觉就是2字：下饭。吃的时候一定要多蘸一点那个泡沫酱汁，那才过瘾。可以说这道法式小龙虾确实别有一番风味，但是依旧没有办法撼动麻辣小龙虾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不过主厨这种大胆创新，将不起眼的食材融入高级料理的精神，真的值得点赞。我认为只有敢于打破常规，才能发现许多平凡食材不同的吃法和不同的风味。终于迎来了今天的主菜和牛菲力拼法式鸭肝。高雅的食物也应该配上高雅的吃法，高雅的拿起刀叉，高雅的切开。这道菜的横切面已经征服了我，入眼便是完美的3分熟，中间的牛肉切面没有丝毫的粗糙感，一口下去，和牛与鸭肝充分粘连，口感软嫩顺滑。本身香味比较寡淡的菲力，配上浓郁的鸭肝，香气也得到了补充，并且鸭肝本身略带油脂，却不像鹅肝那么肥腻，让我感觉食材搭配也恰到好处。由于我呢对葡萄酒本身并不是特别有研究，所以呢也不多做评价了。但是一口牛肉，一口红酒，即使我这种不懂红酒的人也觉得真的是太满足了。和牛排一起还搭配了经典的土豆泥和姜味牛肉清汤。
吃完牛排又尝了2口土豆泥，土豆泥的味道却又给了我一个惊喜，口感厚实又绵密细腻，黄油的香气浓郁，却又不显得过分厚重。小小的土豆泥给我感觉这家餐厅的主厨功力不小，有点东西的。接下来这道想必大家肯定都知道了，乔大厨的经典名菜鱼子酱龙虾冻。这道菜呢，本来是应该作为第1道前菜的，但是应我的强烈要求，硬是给加在了主菜后面。周围一圈龙虾冻搭配底部的蟹肉塔塔，再铺上满满一层的鱼子酱，一口下去，当鱼给予我最直接的反馈只有一个字：鲜。3种食材的鲜味直冲脑门，为我的头脑注入灵魂，疲惫的身躯顿时充满精神，让我不由得虎躯一震。在单独品尝了龙虾冻、蟹肉鱼子酱之后，想要窥探这直击灵魂的奥妙到底在哪里？原来如此，龙虾冻微微的鲜味冲入大门，接着就是蟹肉的鲜甜直击灵魂。最后是鱼子酱鲜香的爆发，不由得令人浑身舒畅，热血沸腾。每一样的食材味道如同阶梯一般，层次分明，宛如攀登高塔，每登高一层又是一种全新的体验，层层递进，层层爆发，不愧是乔老爷子的经典名菜，绝！一番激情过后，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尾声，糖渍蜜桃配酸奶。或许是之前的顶级享受一时间冲击了我的味蕾，还在沉醉刚刚的味道。此道甜品让我感觉到呢，切片的桃子吃起来具有微微的酒味，让人更加陶醉。但回顾今天所吃到的所有菜肴，无疑各有风味，每一个菜品都有厨师自己的小心思藏在其中，想要告诉食客，可以感受到了厨师的用心。无论是从口味、环境，包括服务员的态度以及热情，都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。最后忘记跟大家说了，这一顿饭呢，一共花了我1562块钱，包括了10%的服务费。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？